段时间都会有很多的声音说我什么运气不好，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说，突然有一个像龚自宇这样笨笨的角色向我走来，而且从时间上来说，他是一个早产儿，杀青到播出才5个多月，这么短的一个时间，他能够在这么雪中送炭的时间给我走来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。龚自宇是在什么契机下识破了云为山的身份呢？昨天那场戏被我不小心听到的，太好识破了，我笑死。就是他在里面跟别人讲话，结果说漏自己是什么那个身份了，我在门口偷听到了。对，就是这么一个契机。这就是剧情推动了，也不是说他慢慢的发现，他就是听到了。突然一下，在发现了云为山的身份之后，依然为他保密，你是怎么理解这一点的？当然是以爱为基础啊。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对啊，你那时候爱我，因为爱所以才为我保密嘛。我已经就是喜欢上他了嘛，也知道他云为山虽然是无锋，但是做这些事儿并不是出于一个只有坏的目的，他也是为了救赎自己，也是为了去为自己疗伤嘛。我也看到他柔软的一面，然后就去用我自己呵护他，让我自己成长起来，去能够有能力保护他。最早知道我是在什么契机下？在爱奇艺《青春有你》，你呢？我知道你要演苍兰诀，看照片，哇，好帅！对彼此的初印象和现印象分别是什么？初印象，我初印象就是跟你在开机仪式上握了个手，然后我觉得你很有礼貌。现印象呢？算了，你别说了，不是现印象，觉得你很熟悉、很亲切啊，然后我们俩就是很熟悉啊。我也是，你也是对吧？我也是想不出词儿来了。像同班同学的，一起读书，大学同窗4年的感觉。感觉你工作4年了。在你心里，对方身上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？标志性事件太多了是吗？太多了，拿破仑吧，刚刚说的。这个让你印象深刻。这事儿还不让我记在心里边。那如果是张凌后的话，那应该是唱歌吧。我特别关注他的什么水牛戒烟啊。行，下次唱给大家听啊。你觉得对方是比你更什么的人更话多？我是比你更话多的人。你比我更话多。我比你更话多。我是一个比你什么样的人？更注重细节吧。你也是摩羯座，很注重细节的。你是一个比我更貌美如花、更爱吃的人。你把我拿破仑吃了。我哪里爱吃？我是早上起来肚子饿了。你看你要一直 Q 这个东西，我早上起来饿醒了，你没听？更容易饿的人。那倒是吧。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对方表情包？那多了去了，太多了，各种各样，各种丑的、帅的，没有丑的，各种。觉得对方更像是什么可爱的小动物？这关乎到我们取的外号。我说像啥来着？他像小兔子，我像狗熊。小兔子可蛮可爱的。对，因为有几场戏是你穿着白色的那个，他特别的瘦，然后坐在那儿特别小的一只，我呢穿了一个貂。坐到旁边真的一大只像狗熊一样。对方经常会出现的表情是什么？S 号，我就说他很注重细节。那他的话就是他刚刚做那个表情，看到吗？那就是嫌弃的表情。他就这样看我就，是不是？这样，然后我讲了一句话，你这样。林鹤，快趁机澄清一下，不然要什么表情？我讲一句话还这样，哎。当你说什么的时候，对方会露出笑容。很多，我们俩经常笑，说什么都会笑。很多人说什么你今天绝帅啊，你的头要崩了吧，然后他就会笑。继续。形容日常都像是模式，还要那个吗？但其实我们在片场，我们俩交流，就是我们俩都在说戏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就是像今天这么密集的，然后互相就是说讨论这么多，我们都是在工作。其实也有了，就工作之余吧。就你没有在拍的时候，对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话比较多。当然我那么文静，怎么可能话多啊？是。我在讲我的话比较多了。觉得对方最像什么卡通人物？啥呀？你说。我想不到。那你像什么卡通人物啊？你不要拿这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忘了导演说的，我像什么？导演说他像海绵宝宝。他就小兔子嘛，没有什么卡通人物，就想很可爱。你觉得对方身上的无价之宝是什么？我的容颜。每次我们说你绝帅着，怎么超好看？他的身上的无价之宝到处都是，你还要想那么久？无价之宝，我的演技吧。演技好，演技啊！发自肺腑的夸奖对方，觉得我们一直在夸对方，还要发自肺腑的夸一句：你好帅，你好美。谢谢。许一个关于对方的小愿望。关于对方的小愿望。希望我的粉丝破2000
表白的时候，张凌赫可以给我转大红包，怎么样？没，只是愿望而已。最想为对方送的祝福是什么？那就希望你辛苦在横店打拼的这些戏都打爆吧。干嘛？不开心啊？我刚想说，我希望逃出横店。我说你辛苦奋斗的这很多部戏都大爆大红。然后我给你送个什么祝福呢？永远不肿，怎么样？想永远不肿，想这个，好，每天都不肿。希望你在以后的戏里面永远不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，也是龚子宇。昨天大结局了，不能说大结局，昨天大家都能看到全集了，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问了我，龚子宇到底是在后面几集里面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去计划的。我自己其实对龚子宇是有一个我自己的认识，也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龚子宇这个人物的理解。但是仅供参考，我知道每个人其实都会对龚子宇或者说对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看法，相信大家也会有比我更好的理解。前面都说龚子宇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，而且我很多次的采访里面都提过，他后面会有反转。那这个反转其实昨天的集数里面大家应该都能看到，在第18集的时候，我跟云为山在雪宫有一段情感戏，那段情感戏其实是我确定了对云为山坚定的爱意跟保护，是云为山也表达了对我的信任。但是那场戏没有全都放出来，因为后边有一个埋的伏笔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其实我觉得龚子宇就是已经在心里面暗下决心，通过自己的力量把整个宫门团结起来。不仅是我要用我的爱去保护云为山，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宫门之人，我是有能力去担当得起这个责任的。所以说他在那场戏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他要把所有这宫门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来对抗吴峰，把云为山从吴峰这个泥潭里面给拉出来。姐姐金凡、雪宫、月宫的人几个长老都是跟龚子宇很好的人，也是帮助龚子宇的人，但这些人是不够的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宫二和宫三。云为山进入地牢之后，让云为山故意在宫二的面前说出了自己吴峰的身份，然后自己在进入地牢，就是以一个黑衣人的身份进入地牢，跟宫二说，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，我会故意去找一些人去用炸药炸开地牢的牢门，忽悠或者说骗上官浅去给吴峰报信，以此来拉开整个宫门跟吴峰的一决斗。其实宫二是很好的哥哥，也是一个很正义的人，因为你看我跟宫二去
商量这个计划，宫二也可以放下他跟我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矛盾，帮助我去实现摧毁吴峰的目的。其实说明宫二身上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，而且是为了宫门好的人。就要说，其实公子羽这个人物，他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那种顿悟型，并不是说是一天之内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就瞬间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或者瞬间改变了性格，而是说他是会被事件推着走，或者说被身边这些爱他的人推着成长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的心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成熟的，并不是说是一蹴而就的。三御试炼，我觉得是让公子羽慢慢的从小孩变成青年的阶段，而不是说是从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男人的阶段。我最后呢也有一些想对小雨说的话，非常感谢有公子羽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时间段出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前面一段时间都会有很多的声音说我什么运气不好，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说突然有一个像公子羽这样笨笨的角色向我走来，而且从时间上来说，它是一个早产儿，杀青到播出才5个多月，这么短的一个时间，他能够在这么雪中送炭的时间给我走来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公子羽他是一个很多人都能从自己的人生中看到影子的人，他有时候会做一些大家不能理解的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在我心中，公子羽依然是那个至纯至善的人。因为他的善良，所以说他才能受到这么多爱意，所以说他才能在最后担起宫门这个责任。他的成长的速度有点慢，也受到了很多的不好的声音，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是那个最配得上宫门职人4个字的人。当然我也相信大家在看完角色之后，或者说看完他最后的成长之后，能够喜欢上他身上的某一个品质，这就是成功。我也相信善良的人肯定能喜欢公子羽。好了，拜拜。